欢迎熊蛋败家回升，大家好，我是猫三，我们搬了一个新的工作室，大家有没有觉得背景好很多呢？在节目开始之前，我们先给大家讲个段子。MD 一到中国，所有的 N 卡粉丝们都看着他笑，有的叫道 ：“MD， 你的新显卡什么时候才出来呀？”MD 不回答，对仓库说：“把我们这个月的新显卡拿出来给他们瞧一瞧。”N 卡粉丝又高声嚷道：“一定又是要换马甲是不是？” MD 睁大眼睛说：“你们怎么这样凭空污人清白？什么清白？我们前几个月亲眼看到你拿出了几块 RS580，超频，说要摸107的屁股，怎么了？库存真有这么多吗 ？”MD 涨红了眼，额上的青筋条条绽出，争辩道：“RS590不是马甲，清库存这种东西，隔壁家干的还少吗？1060都重新发布几次了。”改进供应这种事情能算清库存吗？接下来便是一些难懂的话，什么刷 BIOS 啊，什么架构改进啊，什么开盒啊，引得众人都哄笑起来，国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。没错，今天我们要聊的就是这块 AMD 悄咪咪发布的新显卡，它的名字叫做 RX560 XT。作为 RX560 的升级版，连核心代号都变了，增加了768个流处理器。TDP 功耗也从80提升到120瓦。MD 高兴地说：“这现在总不能说我换马甲了。虽然说这才是一张马甲卡，这张 RX560 XT 主要是为了对标老皇家的1050 钛，但是在 RX560 XT 面前，这张显卡甚至都能和106055开了。”由于矿难刚过，二手市场上的 A 卡大多都是经过重度锻炼的。AMD 这次推出这张 RX560 XT 来，一定程度上可以让玩家免受矿卡侵害。当然呢，前提是价格要够香，是不是？毕竟老皇家的甜品卡1050钛和1066也在清库存呢。这张蓝宝石的 RX560 XT 依然是经典的双风扇煤气灶设计，自带一个背板、双热管，加上一个8片的供电，要是有信仰灯就更好了。那么这张 RX560 XT 到底怎么样呢？我给它找了2个对手，分别是技嘉的1050钛和华硕的1063。我们先来看一看游戏的基准测试吧。在 3DMark 中，不管是 D-11 还是 D-12，RX560 XT 均被1063压一小头，把和它同价位的1050钛远远甩在后面。但是在温度控制这方面，尽管技嘉这张1050钛的散热非常垃圾，但不管是温度还是功耗，都比 RX560 XT 好上不少。虽然说实话，这种功耗根本多花不了你多少度电，但是如果 AMD 能把这张卡功耗控制在90瓦以内，那我才会 yes 一下。接下来看看游戏上的表现吧。我测试了最近特别火的 APS 英雄，在全高画质下，1050钛很稳定的跑在44帧上下。RX560 XT 依然被1063以3帧之差吊打，但可能我又跑了一下 2K 分辨率，也是相同的情况。再来看一下新3游戏下的表现，在最新的老大里 ，RX560 的基准测试结果居然比1060还要高了一头。在孤岛惊魂5也是一样的情况 ，RX560 XT 经过这么多年 A 卡的驱动优化，感觉还可以扶起来再战个好几年呢。OK， 那看完上面这些测试，你觉得这张 RX560 XT 怎么样呢？如果是你的话，1050钛、1060、RX560 XT 你会选谁呢？老酒装新瓶未必是坏事，科技以换壳为本嘛。现在正是甜品卡降价大甩卖的季节，但是 AMD 的7纳米轻架构显卡还要让我们等多久呢？ OK， 那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啦。喜欢我们视频的朋友，欢迎使用猫33年投硬币点关注加油厂一气呵成，也别忘了给我们点个赞哦。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和淘宝店随时欢迎你的到来。那我们下期见啦，拜拜。